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我是高洁。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带来的是石山，还有呢秦鹏先生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所以今天我们先开始呢，得谢一谢哈，在昨天我们在独立的在这个频道当中做节目的时候呢，在线的好几百人一直在观看我们的节目。方伟呢，好像是已经正式的甩开了我们，不管我们了。虽然民意呢82%的都认为我们应该在方伟时间多待一会儿，所以今天我们说好了，第一件事呢，要谢谢所有在线支持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哈，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好，也得那个石山也得谢谢大家，对吧？好，对，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关注啊，说明这个大家喜欢我们的支持我们，也是我们的动力了，是吧，秦鹏？对，我看到的话，上个周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涨了1000多粉丝了，这个应该就目前这样的一个号来讲，应该发展非常快的。对，那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的这个新闻当中，我们是一直给大家说新闻，其实更多呢也从新闻当中引申了很多真实的这种经历，一些具体的细节和故事。愿意听石山老师讲这个接地气的这些话，愿意听秦鹏的讲非常专业的知识的，就请呢把早安中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吗？拜托您给我们点个赞，点击订阅。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想，今天我们要哪些最重点的新闻，咱们一定不要错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哈，昨天到今天一直说，白宫就宣布了，今天川普要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我不知道一直关注新闻的您有没有猜到底是什么哈？那我们刚开始是猜了半天哈，那当时我就说，这可能是什么呢？石山当时你猜的是？我说是不是跟中国一样要抓什么领导人了？您真能开玩笑，这是美国好不好？秦鹏当时你猜的是哪一个？我猜的是苹果，因为当时是说这个苹果下午要和川普呢一起来去宣布这个消息。但是呢，我就觉得呢，只是苹果这个消息没那么大个儿啊，没那么大个儿，因为它重大消息，那么大的一个肯定是会更大的一个消息。对，原来我们还在想是不是跟俄罗斯这边啊，他的特使今天也见面了，是不是有更大的消息？结果今天5点多钟啊，这收盘之后了，终于宣布一个大消息。我的天，这个消息真的是够大的，和秦鹏刚才有关系。那高杰呢就正式宣布，今天这个大消息，芯片战再次重大升级。本来呢，昨天川普是说在下周他会对芯片还有呢这个药品呢去进行关税的宣布，结果呢今天连着苹果这1000个亿，直接呢宣布对所有非美国制造的芯片呢要加100%的关税。所以我一看这个消息，我说怎么样？这个石山，这消息够不够大？确实够大。不过，从这个川普没上台之前啊，他在谈的这个他的整个这个思路啊，这个是怎么说呢？虽然是意料之外，但是他确实是在情理之中啊，在他的这个整个经济贸易他的这个思路当中啊，因为这个你宣布对非美国生产的芯片征收100%的关税，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迫使这个半导体行业加速回到美国。因为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啊，在对美国来讲，这个是太重要了，未来可能几十年吧，这个跟外国的竞争来讲啊，这个特别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推力的话啊，就是今天回来一点，明天或者来一点，然后各种困难，确实有很多困难啊，确实有很多在美国投资半导体啊，尤其是芯片，确实有很多困难。那它后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产业链，如果是加大投资的话，这些产业链才会下定决心要跟过来。因为有非常一系列的这个产业链，所以我们今天是，所以这一招算是就是让大家下定决心，你们赶快过来。对吧？所以呢，一会儿呢，我们要在这第一时间哈，简直还没有发酵之前，你看着从今天晚上台湾那边，明天会炸了锅，或者是马上这个网上绝对会炸了锅，因为它是100%的关税。今天呢，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得谈一谈这个江油事件啊。那我们在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四川江油这件事情我们提了一嘴，然后呢就告诉当时呢正是警民对峙的这个时候，现在呢已经进入到这是今天已经又隔了1天了，现在呢来。北戴河这边对这件事情的据说有一个说法了，把它呢定性为和2008年的
贵州瓮安事件同等性质。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那今天呢，石山和秦鹏我们会好好的给大家去讲一讲。那么这件事情和北戴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和2008年什么是瓮安事件？那么这一次它这样的一个新闻，今天已经上了各大世界报纸的头条了。你说在北戴河正在开会的这个中共脸上也确实是不怎么好看，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咱们一起讲一讲。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广东啊，这个这个北京这边大水还没有干透呢，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广东这边又淹了，河南那边又大水了，有的呢已经是负债呀，他投资1500万，结果呢全部给冲毁了。咱们也一起呢去聊一聊。那我就今天咱们就先说这个今天最热乎的川普的重大的消息。秦鹏，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太大个了？这个100%的关税到底意味着什么？咱们知道现在川普呢这一场关税，基本上现在回到正常的最高55%，对吧？中共那个时候他抬到145%，结果他居然对芯片直接寄出了100%的关税。芯片在美国一共占比有多少？他这件事情一扔出来，到底哪个国家会受到最大的冲击？这个消息的话，其实今天早晨的时候，我有个师妹在这个联合国那边工作，然后管这种投资的。然后他当时是把川普昨天就是讲话的这个主要内容给我发了一下，早晨。我当时就注意到2个点。他说，第一个，川普呢说这个未来会对芯片、药品增加高的关税，对，但对药品增加关税。那药品来讲，过去美国这个是不设防的，对吧？因为他是觉得是治病救人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恰恰的这个很多的这种美国的跨国公司就利用了这一点，跑到爱尔兰去了，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去生产，然后把它再卖回来。这个其实对美国的这种我们说生产还有这个安全来讲，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麻烦。但是呢，这个的幅度恐怕就会很高，所以这个当时我是第一个震撼。第二个呢，我说这个芯片，我是觉得这个不会低，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高，100%。对。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对几个国家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第一个呢是对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其实是在利用它的这种成熟制成的这种产能，低阶芯片进行全球倾销，这些都在哪儿用呢？你像太阳能，汽车。laptop， 还有laptop， 还有呢，就有一些我们说一些家电，对，就说这些好多美国是自己不生产了，就是这些都不生产了。那么这部分的话呢，它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它整个金额可能也就是几十亿美元到美国，因为美国每年呢是差不多生产，就是说需求大概是6000亿，它自己全球是6000亿，对吧？美国是消费大概是25%，1500亿。然后呢，美国自产的话呢，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其他的这些都是从外边进口。那么这是中国最大的冲击的其实是台湾。台湾的高阶芯片的60%。它是这个美国需求的这量，它全都从台湾进。那么当然之前我们看到呢，就是台湾已经是在美国要生产这些高端芯片了，对吧？对，砸下这个上千亿美元的这个建厂。但是这个肯定毫无疑问会对台湾的政党、台湾的政府、台湾的这个我们说整个这种生态环境，因为台湾相当大一个程度上其实是靠生产芯片的。对呀，它叫护国神山的台积电嘛。护国神山。昨天就有一个消息说，台积电呢要追加3000多亿。现在呢，它在 Arizona 亚利桑那那边已经有将近1600多亿的投资了，就投资3个新原厂。但是呢，到现在它也没产出个芯片来哈，就还在去运行当中，在去建的过程当中。然后昨天就有消息，它要再追加3000亿。到现在为止，台积电方面没有对这个消息呢进行回应。所以呢，今天我一看到100%的这个芯片加上去的话，第一阶芯片呢就是中国了。那一会儿咱们再说它。但是呢，伤害最大的不但是台积电它这边还有追加，它剩下那些厂子它也没有在这边投资啊。金额上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台湾生产的很多芯片，它可能是在卖到其他地方去，比如说这个，包括就是苹果，对吧？它生产的很多东西，它其实是在外边，比如在中国生产，然后它卖到其他国家。
它不回美国，所以这部分的关税其实对它影响不大。整个的这个金额大概是400亿美元，就是影响到它的直接。那么呢，当然还有我们说另一个国家，对吧？是韩国啊。韩国呢，它主要是这种记忆体的相关的芯片啊。那这部分呢，它可能大概是有个80到90亿美元。然后呢，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国家，但那个量少，什么新加坡、什么马来西亚、日本等等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会对美国来讲，对吧？可能会短期内会增加这个几百亿美元的这个税收啊，但对整个全球产业链冲击来讲，其实可能会非常大。对这就相当于是意味着相关的很多产业。很多的公司都得跑到美国来建厂，否则的话，你这个制造的成本是绝对没办法去 cover 这个就是增加的这个关税的。所以今天的川普在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点赞了库克苹果，说呢他呢又在美国追加了1000个亿。本来呢在昨天就说呢，他今天早晨宣布给印度增加了25%的关税，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家还在说受伤最大的是是这个苹果，因为他刚把他的生产线呢正要往印度这边移，结果印度这边加那个25%成50%了。现在因为呢和俄罗斯之间这个关系，但是今天呢马上库克就表态，我看那个公布出来那个照片呢，川普拍着库克的肩膀表扬了一下，追加了1000多个亿。所以呢这件事情呢，网上现在就是反映就是我看到最出来的最快的这个 X 上面这个帖子呢，说法就很两端很极端。一个呢支持呢就说这就对了川普够牛，让美国的芯片呢不至于呢就是全部都靠外国的了，改变了整个产业链的供应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反对的呢就在说，你这么干，美国消费者不倒霉吗？就像刚才秦峰你说的，那人家不在你美国境内的，人家自己都便宜啰嗦的都去用了，也能生产出类似的这种产品。日本呢、韩国，人家有同样的这种电器，对不对？到你美国做，然后呢，美国的产品在美国生产的这些芯片都这么死老贵的，那你最后不还得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吗？台湾方面，其实那企业也在说，人家不怕关税的呀，你加呀，你加完了，最后你们进我们的芯片，你加我多少税，我就转嫁到我的价格上不就完了吗？你们得转嫁到消费者市场。其实这个增加的关税好多还不是台湾自己承担的，就是说它实际上你看，像这个苹果呀，这个英伟达，还有呢像这个就是英特尔或者其他很多，他们好多公司在台湾生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实际上，真正的关税是他们来承担，不是台湾厂商，不是台积电来承担。对，台积电只是一个超级代工。对，所以对台积电的影响是什么呢？它可能在本土的这种生产，它会降低，不得不呢，就是有一些工厂进一步的把这些产能挪到这个美国来，这是它的影响。对。所以刚才你提到了有个很重要的，咱顺便也就说一说，就是如果这样的话，这一系列的动作可能是赖清德政府他们会压力非常的大，right？你不这么看？我不是这个，我相信对台湾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事实上造成的具体的影响，就像秦鹏说，其实涉及的金额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这个心理上的压力非常大，因为你觉得这个台湾觉得台积电是护国神山，我护国神山现在要搬一半到这个美国去了到这个亚利桑那去了，这个会有很多问题。但事实上呢，在过去这些年已经。这个台湾已经向美国投资了很多，它第一期本来是说这个最初的时候是300-400亿美元投在这个亚利桑那，后来再追加，最近又再次追加更多的，最后现在是总共是1650亿美元这个有可能还要追加，当然它这个你台积电在美国的。有很多困难，大家都说，包括这个原材料啦，包括设备啦，人员的问题，最重要是人员的问题。但事实上呢，2024年的年底和今年年初，他们已经可以量产了，已经可以量产了。对一些供应，而且据说良率已经快接近台湾的水平。那就是说，它还是可以做很多。三星方面就差很远。三星是
台积电是2020年第一次宣布要投过来的，三星那边呢是2021年。宣布要往美国投资，然后刚开始是什么180亿啊，到现在大概也就300-400亿，就是他们也要追加。但三星是在德州叫做什么泰勒啊，有个地方叫泰勒，一个地方啊，在那投，而那个台积电是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附近，因为这个投资啊，它涉及到很多东西，它现在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先进半导体材料，这个是要从亚洲进口，它主要是从日本从日本进口，还包括这个一些这叫尖端的一些化学气体，还有一些化学的溶液，这个基本上都是要从日本进口。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台湾也做了很多，包括这个化学液体啊，这一些现在如果是就此为止了，它可以用船从亚洲运过来，但是一旦加了100%的时候，它这个产能大到一定程度，它必须要在美国来做的话，很多这种后面的供应链就要跟着过来，要跟着过来，甚至像以前我们经常说那个说到苹果的时候，说那苹果上面小螺丝啊，这如何美国人都造不出来啊，怎么样？就是它是一系列，包括设备维修，包括有一些这个附加设备的制造，可能都是在美国做呢，可能更划算了，所以它会带动整个产业链往美国走。我相信这个才是川普总统做这个100%这个关税决定的最重要的意图，他要把整个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最尖端、全世界最先进、最尖端的这个产业链，要把它移回来，移到美国来。你不能光来一个工厂，你来一个工厂，因为对美国来讲，这个高端的半导体它涉及到的是国家安全，涉及到是未来30年跟别的大国竞争的一个基础。你这个基础你搬一半来，留一半在亚洲，这个东西很危险，因为这个战争来了呢，被破坏了呢，一旦发生这个美国这个基础都不存在了，那你就出问题了。所以他就要迫使这个包括日本在内，包括韩国在内，包括台湾在内，甚至包括欧洲，像你刚刚说爱尔兰，因为有很多这个芯片设计的公司也在那边，这是要税率低吗？对，要迫使他们往美国移，要移过来，就是要把整个产业链移回来。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人员的问题。因为这个涉及到有水啊、用地，我不认为很多人说这个地啊很贵啊，这如何，这美国的地绝对不会比韩国、台湾和日本更贵，美国有的是地，而且联邦手里也有很多对，美国最麻烦的其实应该是产业链，短期内它的这种迁移，其实说实话是需要时间的。对，但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其实伤害最大的不是台湾，对。谁？伤害最大的是中国。为什么呢？这个意味着说，这个高端的这个产业链，整个会跟中国会断开。因为现在已经我们说在这个光刻机这个领域，对吧？还有很多这方面，它已经是禁止向中国生产去再去出口了。对。那么未来呢？你比如涉及到美国的，涉及到这种我们说尖端军事等等这些的话呢，它又不允许在中国生产。通过关税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对吧？后边一定也会跟进很多其他的制裁，就是这个就会导致说，川普实际上在故意性的会把这个尖端的这个整个制造业或者产业链全部的在挪出中国，这个其实对中国来讲打击我觉得更大。今天是8月6号嘛，8月7号就是明天。它本来是从8月1号开始就要补充第2次关税，那正好今天这个节骨眼上，明天就是给1周的时间，让美国的海关做准备。明天真正的关税就要正式开征了。所以明天这个日子开征之后，到底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在去关注。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今天8月6号，川普一下子说出来一个
这个芯片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呢，从现在咱们可能是最先在讨论这件事情的这个影响了。那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讲到的，就是它到底在干什么？这里边这个关税里边有一个附加的40%，就是那个我们讲转口的附加40%，也是针对中国的。对，所以从明天开始这一部分，还有到8月26号，大概是就是那个800块钱的那种小额进口的这种小包裹，这个免税。到8月底可能也要停止了，所以现在川普的今天我们看到呢，关税的100呢，等于说川普用这个关税的这种方式，在各个领域全面去整合过去几十年的这个结构了。所以我刚才就在想补充一个角度，就是欧洲央行今天宣布了一个数据，我看了之后也是挺令人震惊的。整个网络上就是欧洲那边讨论的非常的热烈，你说网络上炸锅了都不过分。欧洲央行有个官员呢，他们声明说，从2015年到2022年，那么这多少年呢？是不到10年的时间，7、8年。25万个工作岗位从欧洲就没有了，主要呢都集中在是汽车行业，还有化工行业。对，它呢在过去的2019年到2024年间，汽车行业的职位空缺招收啊，这个比例和过去一比的话，掉了55%，化工行业掉了95%。就整个这个行业没了，就有点像美国的这个产业链被掏空一样，没有了。然后呢，它这里边对比的呢就是什么呢？这5年期间，气工和化工工业呢，从中国的进口量暴增了，汽车暴增了150%，化工行业呢暴增了140%，然后呢，连纸张、电器设备全都没有幸免。而在整个欧洲，就他们这么30多个国家，27欧元的就业人口，相当于2900万人都在这2个行业当中，等于说24万已经没了，而这个趋势还在严重。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整个那个网络上真的是炸了锅了。有的那网友直接讲，24万的工作都没有了，你这是全球化还是中国化？就直接说了，咱们对吧？就问起来非常尖锐。这几年的，我们说这30年的，我们经常讲这个全球化，其实基本上就是欧洲、日本、美国、韩国等等来讲，把他们的这个尖端产业的，或者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制造业终端的这个制造业挪到中国的过程。所以这个全球化其实它的本质实际上就主要就是这个中国化。所以中国化带来了就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把很多这些国家的这种制造、就业，包括这种相关的这些设计，以及那些我们说原来以为是叫做哑铃型、微笑型的那些这个设计和研发，对吧？销售这些东西来讲，它其实很多也都挪到了中国，没错，这边全空了，研发中心都搬走了，都空了嘛。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在过去他们的那些鼓吹的这个里边，就是那个所谓全球化的鼓吹者里边，根本就没有预想到的东西。研发空了。研发空了之后，相当于你这个国家是空心了，没错，对吧？你不再掌握尖端的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也不光是尖端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制造能力，整个制造能力就全部走了。你在从这个美国这个铁锈带，你可以看到多少这个荒废的钢铁厂啊，这种厂，这种大型的工厂啊，非常非常多。那这种转移呢？都是通常讲全球化的时候，它都是在一个理想状态下，大家都用这个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就会如何，就会很好。那好，那如果这个呢是一个理想状态，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是和平，都是按照规则来做，那确实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人性是靠不住的，人性这种东西是靠不住的。尤其是有人在惦记着你们的时候，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知道？那如果你随便举很多例子，你就知道。那比如说这个，美国吧，美国现在这个产业比较，中国有比较优势的，全搬到中国去了；美国有比较优势的，全部都卡得死死的。比如说金融业。金融服务业，还有出版业，互联网，这个各个大平台全部卡死，还有什么电影、电视剧这种东西让你进吗？不让你进。也就是说，你有比较优势的，我全部封死；我有比较优势的，咱们要用市场规则，你要到我这儿来，你如何，就是它是一个单向阀门。
这个全球化在全世界别的国家都是双向阀门，但在中国是个单向阀门。这个单向阀门，它把这个流向、这个价值的流动和这个所有的这种东西，它全部给你控制住，包括游戏业。中国封了多少游戏？封了多少电影？封了多少书籍？封了多少互联网平台？这些都是曾经是美国人的这个所谓的优势啊。现在中共说啊，我们开这个保险业给你，开金融业给你。你要知道，美国的银行去中国开设公司，是在这个加入 WTO 2001年就已经承诺的。必须在10年到15年之内开放，全部开放，包括人民币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全部要自由化。也就是说，现在应该是什么呢？中国人应该像美国人这样，如果你想出国旅游，你从银行里掏上钱装兜里你就走了，对不对？没有什么外汇管制，有一个几万块钱的，更不用说资本项目了。现在有吗？根本就没有。现在根本这就是中国政府就是完全给你控制住。美国的银行去中国，它是我开你可以进来，但是需要审批，审批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分行、每一个营业点都要单独审批，所以就导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说我在这个华南几省，我准备开，我看到地方合适我就开 ，no。你在这个人民路开一个，我审批一次；你在解放路还开是吧？我再审批一次。就每一个都要你重新提供资料，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一步一步的、步步为营，把你卡的这根本做不了。你的成本太高，最后你竞争不过，你就自己退出去。但是美国很多银行退出去了，对呀，就是做不过了就退出去。他就是他因为中国它不是按照这个，它那个叫做非关税壁垒，它是一层一层的。所以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就吃了很多这样的亏啊，很多这种事情。所以现在到了今天，其实是我认为中国的做法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做生意，如果你让你的生意对手永远都在亏本，你一定是做不下去的。对，你一定要考虑别人在赚什么钱。今天这个欧洲央行官员把这个一说出来之后，刚才在网络上，特别在欧洲这边都火了，网络炸锅了，直接在讲说你们欧盟是不是也应该像川普这样强硬起来呀？我们是不是应该涨关税啊？这个最大的这个应该负责的人就是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默克尔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因为在他这个在任期间，这种趋势已经非常非常明显，已经有德国的，已经包括英国人、包括美国人都跟他在讲，哎，你这个有问题啊。他不认为有问题，他谈完了以后，他觉得，哎呀，这个中国马上就这个民主化了，没问题的。你看他们领导人都非常开放，很好做，但实际上是。并不是中国人去游说他，而是那些资本家去游说他。就是说，德国的这些大财团、大企业，他们确实赚很多钱，包括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大财团，包括一些这个大公司啊，他们非常赚钱。所以，美国的贫富悬殊在最近这10几年急速扩张的非常厉害，跟这个整个制造业走了有关系，因为资本是可以赚钱的，一般的人凭劳动力来赚钱的话，这个机会就没有了。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今天川普这个政策呢，我们看到了，他绝对是下了决心了，是非常强烈的决心。可是我们要问一句话，现在上个月美国的失业率是4.2%，欧洲现在也就是6.2% 失业率，仍然是史上新低。你制造业回来，美国早就做过调查了，年轻人谁想到制造业去啊？没有人呐，现在都处于充分就业的这么个情况。你川普决心再大，你制造业能搬回来吗？这个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关键是制造业的这个利润率是多少。就是说，去制造业工作的年轻人工资是多少？因为很简单，你在美国，你去写个软件，随便15万、20万的年薪，是不是？就是这个做软件的。但是你去工厂，你去制造业，可能就
5、6万、7、8万这样的，他这个差别这么大，他当然不去，那干嘛要去？对吧？所以这个当然，未来的制造业是不是还是我们以前想象的，像卓别林那样拧螺丝的？恐怕就已经不是了。所以说，他要做一些培训，要做一些这个高端制造的一些培训，这个是美国教育的体系或者这个就是工作前的培训体系也需要进行大量的这个改革。这个可能是未来整个配套的整个社会体制体系都要发生一些改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是工资，要他只要他能赚到钱，年轻人不会不去的。啊，现在我觉得川普他其实选了一些行业，还是对美国来讲是有可能回来的地方。比如说就芯片行业，他这个门一关的话，其实就意味着说，类似芯片这种制造业，它是会跑到美国来去生产。那么这些行业呢，我们说它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利润率是相对较高的，特别加了100%关税，你跟这个去相比的话，还是差别很大。中国你现在为什么它加那么高？它也有它的原因，就是中国你比如说现在它在一些低端的这种制程方面。太便宜了，成熟生成什么样？它就是采取了和那个其他行业的一个做法，就是倾销。对，就是它怕不挣钱，都是倾销。你就包括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欧洲的汽车，为什么这种被冲击这么厉害，对吧？化工为什么被冲击这么厉害？汽车实际上被电动车在冲击的。你像中国的汽车出口到欧洲，其实是不挣钱的，甚至赔本的。对，一台车我看那个比亚迪赔5万多人民币，这还有这么做生意的？但他这一条就很厉害在哪儿呢？把你的整个行业，把整个产业给你冲垮了之后。他到时候再慢慢的再去把这个价格提起来，这个就跟原来这个稀土是一样的。稀土原来中国简直就跟那个白送似的，像白菜价，白菜价。但你现在的这个稀土就已经价格很高了，所以类似其他好多行业也是，他就采取这个方法。但这样子一来，它其实就是对美国对欧洲来讲，它不仅仅是个成本问题，它相当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一个这种安全问题。对吧？如果你放在中国生产，你不知道他哪一天给你加了些后门进去，对吧？比如说芯片，对吧？还有呢，你不知道哪一天他借个什么机会就卡你一下子。像在疫情期间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对，口罩、呼吸机，那个三安公司的生产口罩最先进的、最这个高级的口罩，全部搬到中国去生产了。到疫情来的时候，中国一个命令，口罩不许出国，全部傻眼。对，因为本来是为美国生产的口罩全部卡住了，你就是傻眼了。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药品现在这么紧张？这个对美国来讲这么紧张，就是因为是这个问题。基本上美国的这个所有的制药，它的基础药的这个原料药的这个产品啊，90%是在中国和印度，就这2个国家。那还有一些问题是它不是平均的，不是说每一个药都是说印度有一些，中国有一些，是有一些药就只有中国有，比如说抗生素。抗生素的基本的原料全世界90%几都是在中国。中国那个抗生素已经用烂了，那个河流里面随便舀一瓢水测一测，靠抗生素超标那个东西，但是不重要是吧？但是呢，就是对美国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抗生素是什么？中国人曾经吃过大亏，就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第一个就是抗生素，盘尼西林。那个时候在香港多少人发财，就是靠走私盘尼西林发财的。那个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是你不用是这个用大财团走私，你就要用邮寄的方式，用就个人偷送的方式。50年代就可以1年就可以赚几百万港币，那个是什么概念？当时一栋楼也就是不到20万，就是不是一栋楼，就是那个时候一套房子。那个时候他偷着这么干，没有美国也不去精准的去制裁吗？没有，那个是英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英国人跟中共方面是有 deal 的。英国人当然他有自己的
这个说法，他说这个还人道主义物资啊，你不能这样那个等等啊。但是真正能够走私的，当然不是英国，不是太古商行啊，不是这个，不是英国商人能走私，都是这些华商在走私。所以我们这是直接说，就是霍英东在走私。霍英东就是他是运沙，从番禺把沙运到香港建房子卖给什么，然后这个去的时候都是空的船，那怎么办？就是盘尼西林运进去。他那个时候那个整个50年代那一下是非常非常就不得了，他的钱其实是主要是当时打下的基础。但是这个东西你说的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这个是另说啊，我们不管它这么多。但是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清楚这里面的这个重要性的，重要性，因为在当时就是不够啊。中国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所有医院里面这个抗生素全部搜罗了以后运到前线去，因为伤亡太大，需要大量的这个抗生素盘尼西林。这70、80年过去之后，现在呢转过来了，对，所有这些东西被中共控制在手里头了。没错。所以现在呢，川普下定这样一个决心，不管是我们下周看药品啊，药品会加多少关税，他呢还不仅光是对中国，他对美国整个药厂他痛下决心。上周是17封信嘛，给了美国的这些大药商，他也是呢对，还有包括美国内部这些问题全面整肃。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100%芯片关税的时候，你能解读到他的决心。刚才施珊你讲到就是印度啊，这个也都在印度的这个基础药品。其实川普今天还有一件也是和关税有关系的，就看印度加了25%，totally 现在已经50%了。对，目前等于说是最高关税其中的一个了。那再一高点就中国了。那今天呢，这个事情，印度外交部都已经出来开始抗议了。那他呢就在说，你中国也在买，你不去弄他们，你弄我们啊。然后呢，现在我看到今天路透社有一篇这个独家的报道，他就在讲到为什么这件事情本来是最有可能跟印度之间能够谈下来的，为什么现在给变成这个样子了？说呢，印度有点比较骄傲啊，他谈得很好嘛，结果呢，在就是农产品和牛奶啊等等的奶酪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呢，我拿着15%的关税，然后呢，我再少进口点，多占点便宜啊，这是印度这个非常擅长于这方面。结果呢就谈不下来，越谈越崩，把美国这边就谈崩掉了。那这个时候又和印度和这个巴勒斯坦之间有紧张，川普和莫迪之间还没有通话。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说印度的傲慢啊，他们的这种想有点得便宜卖乖这种感觉，导致呢这件事情越来越升级，再加上这个石油的问题和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一下子本来可能最达成的呢，现在关系一下绷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我们今天去看一看。今天川普的这个关税不仅是芯片哦，他是用这个关税在撬动所有的就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你怎么看这次印度这个，包括现在有说法，网上就在说，川普你怎么回事？你去撬印度，你对中国却放一马，怎么解读？今天直接说就是黑利嘛，黑利直接就出来说，直接批判这个川普。他说这个你怎么？黑利本人是印度裔嘛，他是说你这个对印度征收这么高的这个2次关税啊，这个买石油的中国也买，中国买更多，不但在俄罗斯买，还在伊朗买的更多。你为什么你这个还给他一个宽限期90天呢？对呀，你对印度等等啊，这个对这个事情确实是在别人看起来，有这个所谓的不公平的这个情况，是吧？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川普觉得施加一下压力，这有可能可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川普谈判呀，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比较明显是什么叫先易后难。英国就先把他这个事儿就有谈下来了，10%，大家说这是盟友中的盟友，对吧？所以就把这个事儿搞定了。然后呢，其他的像这个日本呐、韩国呀、欧盟啊，那就是放在后边的。中共其实是放在最后边的，为什么？所有的这些其实谈完了过程中，其实你发现没有，这本身都是收拾他的。所以谈和不谈，某种意义上稳着他呢，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对中共不下手，是下狠手，只是呢看起来是全部包装在这种友好的谈判和这个跟习近平打电话这个方面。
那么对于印度为什么这么狠？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刚才提到了有几个原因，对吧？有一个相当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印度有点太傲慢了，对吧？觉得好像我可以跟欧盟、跟韩国、跟这个日本那个规格一样，15%的关税。这个本身我觉得他想多了。为什么呢？韩国、日本和这个欧盟，你注意到没有？它这里边都承诺了几千亿美元的投资。对，你这个其实是印度根本就做不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一个关税，他交不起那么低的，他交不起这个入场费，交不起这个入场费嘛。而且那么很多产品，他们卖的像欧盟啊等等这些，是美国不生产的。所以呢，印度的那些产品没有竞争力。纺织。对吧？印度你告诉我呢？印度的那个整个这种产业来讲，它凭什么美国就必须让你去进这么给你开放那么好的这个条件呢？你没有特别的这种竞争力，为什么他要放进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印度来讲，实际上是一个自己没看清楚自己。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作为印度，美国其实在防着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么多年，我们知道美国吃的最大的亏是什么呢？太相信中共了，把所有的产业、所有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未来的话，这个押宝到一个这种所谓的许诺将来走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这种政权里边，结果是什么？结果今天的话简直狼狈不堪，培养了一个自己最强大的敌人。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错误难道会放在印度上边吗？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这句话是不说的，但是呢，白宫这个私下里边其实是据说是表达了这种心态的。所以对于印度，如果不听话，那绝对不可能允许他这个发展很多东西。所以呢，对印度来说，它不是个关税问题，其实是在寻求或者我们说去锁紧它，去进一步的去调整，说到底你是不是愿意去成为一个长期的真正的战略伙伴的问题。你如果要想真正的成为战略伙伴，你就必须付出你的责任。责任体现在哪几个方面？第一，你要忠诚。你不可能叫做脚踏好几只船。印度现在踏着这个俄罗斯的船，踏着这个中共的船，还想呢跟其他的这个金砖国家或者其他等等这些，还想这个去和美国唱一些反调，那对美国来讲，这个是坚决不能允许的。所以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贸易问题。还有呢，我们说对于莫迪来讲，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也没有完全摆正自己的这个位置。这一次你就非常奇怪，莫迪在整个的贸易谈判当中没跟川普打过电话，没有。这个在川普来看的话，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川普这个人其实是非常重视这种叫做大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个人关系很重要。你看他和日本的为什么后来看起来关系不那么好了？是因为安倍晋三去世了嘛？对吧？安倍晋三这个相当于是跟他一块打这个高尔夫球，对吧？打个这个，然后呢没事打个电话，然后呢那边这个安倍晋三累的时候说就是不想再跟他打了，川普在那儿还在喋喋不休的这种，但是呢就表现出来他两个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关系。所以后来你看这个川普上来之后，跟日本有一段时间关系非常不好。后来日本人不傻，安倍的夫人派安倍的夫人到了这个见了川普的那个太太，对吧？梅拉尼亚。所以这个其实就好像把这个关系就缓和了，所以他很重视这种个人关系。结果的话，你现在莫迪摆起谱来了，或者是这个你跟川普没有这种沟通了，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个好。还有他要宣布要去北京参加那个什么上合会议，对，上合组织的会议。所以这就是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那如果现在呢两个搞得这么僵，本来呢川普啊，我今天也看到，其实川普对印度呢也有一个可能通过印度向俄罗斯施压。表明他非常强硬的态度，我必须要把你的这个打仗的金源啊，这个彻底的给你切断。那现在呢，有没有可能你这搞得有点僵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把印度反倒逼的呢，这个战略盟友这方面就断不开了，跟俄罗斯跟中共这边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是这，我觉得是有是这个问题。但是印度呢，这个国家跟中国有点像，印度一直自视是世界大国。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要跟一个老大，
他说我也是一方霸主，我也是这个东邪西毒，我也是其中一个，是吧？这个对不对？咱们这个排位置，华山论剑搞一下，我也是其中一个，是吧？对不对？这个。铁掌帮也好啊，这反正也是江湖一霸，也是他真的是这么认为。印度，尤其是印度最近这个10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也非常快，而且他基本上现在他已经排到了世界第4、第5了，对不对？他已经马上就要就是再超过日本，他就要紧跟中国这个后面了。他那个态度，慢慢你会发现印度的这个政府的态度也跟中国有点类似了。这种东西啊，会让这个川普吧，起码来说非常不高兴。其他的欧洲人可能不这样想啊，或者是美国其他的他没有这么刺激。但是对于川普来讲，他非常看重这种就是说谁是老大这样一个东西。你这个身份要摆正，对吧？对对对，这个态度要端正。川普呢，今天他的特使见了普京。川普自己说谈得非常好，然后呢，我看到现在普京呢，我也看到一些消息呢，普京说可以谈，但是呢，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之前停战的说法，4个州全部要给他拿下。这必须得承认，还要拿下。所以呢，川普呢是他最后期限是星期5，今天是周3就是给普京给你10天时间嘛，那这就是到8号，也就是到周5那天就要有个说法了。所以你们怎么看下一步这个对俄罗斯或者是乌俄战争这部分的这种走向？我看今天的消息是说说川普有可能在下周会和普京会面，但是呢。新闻同时在说，这个对俄罗斯的2级制裁继续。2级制裁呢，就是不那就仅是包括这个印度嘛，对吧？印度这是还有中国呢。中国我觉得未必会完全提在这个日程上。先对印度下手，看你做不做。这回反正关税是上去了。对，但有一点我可能跟山恩先生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我不认为这个印度真的会跟中共或者俄罗斯。走在一起，为什么呢？对印度来讲的话，俄罗斯的这个价值其实也就那么高了，对吧？买点便宜石油，然后呢有一些这种关系，毕竟来讲做一定的平衡，那就这么大。你说还有更大的一个这种战略价值吗？其实没了。所以这个呢，当然是他的利益或者这种关系，这是几十年的关系，完全割断了。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割断的，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包括这些武器，你说当年买来的是不是还得涉及这个维护和利用的问题，对吧？但是呢，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中共这边，印度跟中共可是有这种很强的一个敌对关系的，对吧？它的这个边境冲突一直是在发生着，而且中共的野心不是简简单单是当一个这种世界老2，当一个这种好像高科技跟美国能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国家。中共的野心的话是将来是要把美国按在地上，对吧？让它俯首称臣。那么当然对于印度对其他国家来讲，那更不用说是什么东西了，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印度来说，其实现在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就是一方面来讲，它跟中国要做生意。因为很多的这些产业，包括我们说转移到印度的这种苹果链儿，对吧？它很多产品还得从中国再进的，没错，设备也从中国进的。你中国完全卡死它其实是受不了的。那么，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它就涉及到说我跟美国这种安全问题，全球的这种战略伙伴，就是这种 Quad 的这个4方会谈，这相当于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印太的一个跟美国这种可以对话的这么一个伙伴，这个对他的地位，其实说实话是没有第2个国家能够再给他的。这也是印度手里的一一个牌呀，没错呀，这也是他拿把的地方。没错，但他问题在于是什么呢？他真的可以放弃这一点跟中共走吗？他没法放弃的。对，不会，当然不会。所以这个对他来讲，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倒认为说，最后的话呢，印度恐怕还得低头。他最后的情况呢，是安全到底是靠美国呢，还是靠俄罗斯呢？因为印度在
90年代以前，基本上就是它的所有安全问题全部都是在依靠俄罗斯的，对，它的所有的武器，对，它前苏联，所以这个包括它在中亚的一些利益，在南亚的一些这个利益，安全方面的考量都是跟俄罗斯，就是跟前苏联有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些关系的，这个双方的关系，民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好。我已经谈过啊，在莫斯科的这个莫斯科大学里面，留学生待遇最好的就是印度学生，第二就是越南学生。这个中国学生根本就是在苏联啊，就什么都不算。这个被别人这个看不起的，但是这个印度这个去俄罗斯的他们的学术政府之间的交流非常频密，这是跟以前一个有关系啊。当然，印度之所以这个是跟他独立以后对欧美的这种心态上的敌视有关系啊。因为尼赫鲁一上来的时候，他就先告诉大家，我不选边站。所以他搞了一个不结盟运动，不结盟运动，他是要当盟主的，没想到给中国在后面打了一顿，这个盟主当得很没有面子，你这个虽然是这个江湖上一大帮，但是打仗打输了啊，这个华山论剑一下子没打对，被别人打的这个屁滚尿流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很恼火，所以跟前苏联这个关系，但是他始终不愿意靠近美国。印度对美国、对英国、对欧洲人是有内心的这个防备的，还有敌视的，这个跟中国人很类似。所以这个后面会怎么发？我不认为他会靠中共，但是他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这个位置。对印度来讲，可能是几十年来讲最好的一个国际地缘的一个位置，就是几边都可以吃，它可以在里面游离，每个人的好处都可以赚。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很骨感。对，想得很好。川普恰恰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接下去就非常热闹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继续看。但是这种事情恰恰也是印度人最擅长的，专门在这个里面讨价还价，然后出尔反尔，搞各种啊，这个印度，你跟印度商人打交道，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有不少观众哈都在讨论哈，来你们简单的回应一下他们的观点啊！我请我们的观众，你们也不要太犀利，好不好？鸭奖来自于台湾的朋友，谢谢啊，又跟着我们过来了。哎，川普今天要给芯片，所有不在美国生产的芯片100%的加关税，你们台湾什么反应？把反应给打到下面哈。刚才呢，我们的石山还有秦鹏呢讲完之后呢，下面的这个观众哈都有自己的观点。末路呢就在说，印度是地缘政治大国哈，长远来讲，印度是不可靠的，将来印度是第2个中国吧。然后呢，鸭奖呢遥远东方只剩破墙。哎呦，您瞅你这名字，他说呀，都只是小农思想的大国而已啊。然后呢，鸭奖啊，他说表面上会骂印度，也是给印度解套，骂印度是给印度呢解燃眉之急。现在呢，印度的地缘政治立场非常的难，骂是好事儿，反而呢，印度会轻松一点。穆迪会不会像你这样去想啊？然后呢，他说鸭奖说美越现在走得越近，印度和越南都会非常的难，还是要慢慢的来。然后呢，这个鸭奖说，哎，印度和越南有待转向。好，简单的跟我们的观众的观点做一个回应吧。对，印度这个国家是非常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谈印度啊，因为中国人最近这几十年经常跟印度比。说我们这个49年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啊？我们有多少工业，他们有多少工业，他们怎么样，如何，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要比较就只能跟印度比，因为中共其实很尴尬啊，这个建政以后，首先是赶英超美，跟英国人、美国人比的，就比不了了，只好比日本人，再比不了了，比台湾、比泰国、比香港，是吧？最后比不了了，不行。我们要比就比印度，这个事情是很可笑的一件事。但是就算是这种比较呢，其实
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印度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印度完全是一个地缘、一个地理概念。India 是一个这个概念，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印度，它就算有一个朝廷，哎，大家都认他，也就是认他当大佬。他下面的有无数个，印度有50多种最主要的语言，50多种最主要的宗教，他的民族、他的这个信仰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出过一个秦始皇，所以印度这个国家治理起来比中国治理起来难度要大得多。我真是这样，你去过印度你就知道，太难了。所以他这个莫迪啊上来之后，其实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点。没错，对，他也是通过印度崛起、强国、民族主义来凝聚这个国家。如果他成功，这是第一次把印度次大陆上面的讲印地语也好，是这个旁遮普这个锡克教徒也好，他能够凝聚在一起。他希望走这一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不能软弱。你要明白这个他在玩的这个游戏啊，如果他软弱，他就不这个里面这个向心力就会失去。所以你要知道，在最近这个莫迪之所以能够连任，能够在印度受到很大的支持，就是跟他这个态度强硬有关系。谁我都不尿。好，那川普看看你们俩到底谁硬啊？所以现在就碰上了，碰上了吧？50%。所以我也我们观众朋友们去猜测一下、推测一下哈，印度会不会？到底怎么会选边儿？你觉得到底和川普比谁会硬啊？你觉得印度会硬到底，你就打个1。你说印度呢，川普都得服啊。那川普这一副就是川普大帝啊，人家就是牛，那你就打个2，好不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呢，川普今天寄出的一个关税哈，芯片的100%，同时呢给印度加了25%，印度的关税呢已经达到了50%。印度呢已经是美国，他们两个之间是美国第12大贸易伙伴，一共呢大概不到600亿美元的这样的进口的这种货物，一旦800多亿。对，600，然后它的顺差大概是458亿，所以一旦要是给这个50%关税加上去的话，最大疼的是印度啊，疼死了，那整个外贸都已经断了，就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件事情呢，咱们再继续看哈。那这里边后边跟着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呢到下周川普跟普京见面，普京会让步吗？这都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觉得普京其实是很难让步，是吧？他是不敢。因为你现在俄罗斯的，它属于这个从战略上来、战争上角度来讲，它是占便宜的。它把乌东的4州的这个主要领土现在是占在手里边的，而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呢，它的宪法已经把这个他已经改了，把这个4个州变成它的领土了，你知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他没法让，他怎么让？难道再改变宪法吗？所以这个领土其实很难再去做，所以他最多你比如说他现在就是停止这个空中袭击，当然他某种意义上他也不是这个真想停止，为什么？他的飞机被打没了，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占领了这个地面的这个领土，然后呢他提出了几个条件，其实在川普他们来讲其实觉得是不可能的，就是讲北约不能再去东扩，对吧？还有呢这个乌克兰不能跑到这个北约。然后呢，这个领土呢是要求他得归他，甚至呢还要求说，你乌克兰的军队撤出现在的乌东4州的这些地盘那你这个谈判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乌克兰这边恐怕也很难去答应他。他还提了什么非军事化的一些要求，对，就是说你的那个武装力量要如何，不能有这个远程的攻击性武器。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可能都是一个谈判的条件啊，没错一个叫牌叫出来的，就是漫天要价。咱们落地还钱。现在对于普京来讲，最困难的就是乌东这4州，包括这个克里米亚都已经写进他宪法了。那他要想再做什么，他必须要修改宪法
啊，他修改宪法，那他就没有面子了。对他一修改宪法，这个普大帝就变成不是大帝了，就变成普小帝了。但是俄罗斯呢和苏联在内，俄罗斯在内，他们在历史上虽然他们对这个领土的野心从来没变过，但是呢，他们也是愿意承认失败的，他们很多次承认失败，包括在中国东北这一个战争。跟日本人打败了，他们马上就签了合约，俄罗斯的军队就全部退出东北，完全我只要中通铁路，其他的权益啊，其他的这个我全部撤走了，包括原来什么旅顺的大连这些港，我都不要了。这是还有比如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啊，让掉了大量的乌克兰的土地给波兰啊，就重新划。这是给甚至这是列宁时代让出了很多土地，谋求和平，因为他刚刚立足，政权对，刚刚立足。但是二战的时候他又把它全抢回来了，所以他们这个要看到对手是谁，还有看他被打得有多痛。我觉得俄罗斯这个民族啊，还是比较怎么说，比较现实。但是俄罗斯民族是有一些特点啊，它是不能拖，它的爆发力很强，但是拖长了，我认为他们是有问题的。很多人说这个俄罗斯是有耐性，因为它国土大，但是他们这个民族是很奇怪，这个民族啊有半年冬天多半年是冬天要猫冬的，它是这个一旦从春天醒过来，就像熊一样。哎呦，很大的活力，到处去找吃的。然后到了这个北极熊，到了这个冬天呢，他就是要睡觉了。他就什么事都不干了。所以他那个到那个时候咋地都行。对，没错。没到那个时候就是我需要冬眠的时候，哎呀，管你那么多，你拿走吧，你别不要了。我睡觉要紧。对，这个我们都是开玩笑了。这个民族有它的特点啊，有它的特点。我们知道，比如阿拉斯加就是从俄罗斯就卖给美国的嘛，就是他到那个时候，你说是寸土不让，你说是什么？没错，他对土地是野心非常大，但他这个土地就是为了他在战略缓冲的时候，他可以拿来跟别人交易的嘛。这个东西要考虑清楚。所以川普面临着如此麻烦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他怎么去跟普京谈？那这个呢，就咱们下周咱们再去看每天2025年咱是不缺话题啊，简直是大戏一个接着一个。川普怎么在这样的一个乱局当中，一个一个把它 fix 了把它都搞定了，这真的是能够写到史书当中去的。那现在呢，川普在对内他不断的在整顿内部。那其实我们今天没把它展开了，像这个布朗大学呀、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今天裁了300多人。然后呢，都在跟联邦进行和解那包括呢，他现在还要对美国银行金融业要去动手。回头咱们再讲，故事太多了。那这些呢，都是川普对内的关税，我们看到了，对欧盟、对日本，现在呢，把印度也敲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台湾加了100%的芯片，这下一周就是要所以呢，川普我们也感觉到他中共那边真的是留在最后再说。现在呢是把所有的盟友、所有的内部的问题一个一个的再把它捋顺。那么这是川普这一边，那么另外留到那边正好像觉得没他啥事儿似的中共，他日子是非常难过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讲一讲这2天挺有意思的。这边呢北戴河会正在开，我们之前在上次节目讲到了，那就是其实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那这次的北戴河会议，可能我今天看到了，还是有消息说，习近平的去留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和怎么去留。接班人就怎么过渡，这个仍然是这个会议的焦点。美国这边都在密切的关注这件事情。与此同时呢，结果四川那边发生了近年来非常罕见的，全世界主要媒体都在报道的四川江油的这个事件。所以呢，这个事儿呢，那天晚上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就看到我们讲到了那天石山分析的非常的精彩。中共为什么要进行仇恨教育？然后呢，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这些警察一定要去镇压江油这个事件。这个事件这2天我们看到呢，已经是还在发酵之中了。那其实我们那天就在说这件事儿了。那这个事情本来呢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霸凌。
出现了，那你就把这些孩子们处理就完了嘛。结果呢，你这些欺人者哈，这些这个强者，却呢你不去惩治他，把这个家人给逼到这个份儿上哈。那结果呢，现在的这个周围的老百姓都起来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中国呢，刚开始这件事情被网络爆发出来之后，现在开始舆论控制了啊，已经全部都压下去了。但是这中间有一段，就是在那天，咱们今天是周3、周1的晚上，整个全网发酵。那么整个的冲突啊，警民和这冲突，整个让全世界都在看到了。那中南海也看到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北戴河这边就有消息了，说这件事情呢跟贵州2008年的瓮安事件性质相同。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不妨呢去聊一聊哈，这个像为什么跟瓮安？对呀，为什么跟瓮安事件同类对比？2008年贵州瓮安当时也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呢说是。官方说是自杀，但是呢，说是官方子弟啊，有没有强奸啊，有没有逼迫，然后呢，死因不明。这件事情直接引发了6月22号，导致了瓮安的县政府、财政局、公安局楼都给烧了。那个事件是非常的大。2008年那个时候还是奥运会，金鹏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瓮安这个事件的性质和江油和四川的这个江油有的一比吗？这两个事件确实是非常像。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个我们说没有地位的这种女孩，对吧？江油这边的话，一个女孩是被霸凌，那另一边呢是这个瓮安是2008年的时候，这叫李淑芬的一个女孩17岁，就所谓的跳水死亡溺亡，对吧？溺亡呢，可是呢，当时现场有3个男青年，那3个男青年呢，大家很多人都在怀疑说，这警方没处理他们。那大家都在怀疑说，这个女孩她不会无缘无故跑到水里边就把自己淹死，对吧？那是不是这3个人呢是把她给强奸了，最后她给杀掉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点，可能也有很多的大家提出来的疑点。那么最后的话呢，当然警方的这个处置也非常像。那对于这些所谓的家属、所谓的这些来要个说法的人，就是漠视不理，或者后来就是打压。打压的情况下的话，那些这个其实跟他们关系没有大的那些人，其实就很多人就是一些普通的市民，对，愤怒了之后的话，他们站出来是向官方讨个说法的这个结果呢，两边也非常像，警方和周围的这些这个来的警察、特警、武警等等的话，就镇压了这2个事儿。几乎也是一模一样，对吧？这个江油这边呢是什么？绵阳的这个德阳的广元的，可能对，周围的很多的这些警察、特警都跑这儿来了去镇压。那边的瓮安呢，当时其实也是非常多的这个，也是就惊动了中央政法委，这边这也都是惊动了中央政法委的，所以这边也是镇压下去了。然后呢，结果上来讲呢，其实你要细讲说这个事儿本身。那么官方他都会把它归结为是叫做这个官员处置不力，他不认为说它是个制度性的问题、体系性的问题，都是处置不力。你把这个事情闹大了之后呢，给中央政府添麻烦了。这实际上他把它比作瓮安事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吧？他不认为这个说这个事儿应该去怎么去进一步的检讨。现在呢，我们说这个瓮安事件当时是处理了。当地的这个是书记、市长，好像就是反正那个地方的县长，就是也把他们像官儿给处理了，但是不直接说是因为这件事儿，但是呢，大家其实都知道说，就因为这件事儿没处理好。那么现在呢，传出来的消息是说，这个习近平那边很不高兴的，最后呢，王晓红就公安部部长，也是政法委的这个副头头，对吧？他呢是提出来一个建议，说那就把它比照瓮安事件，然后把呢这个江油市的这个市委书记，他们呢也给罢免，然后四川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组进驻江油，所以看起来这2个事件的处理也非常像。但是这件事情呢，我看到哈，就是
网络上就在分析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吗？因为我们看到这是近年来，我们知道以前中国有很多的群体事件，但是实际上咱们都是做新闻的，你有多长时间都看不到了这种警民冲突大面积爆发的这个录像在网上沸腾有很久了，对不对？对，所以就是有人有阴谋论啊，就是说，这个背后啊有政治斗争的这个影子在后面，可能有一些，因为你现在如果是四川省。啊，或者是警察这边出什么问题啊，做什么事情，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是网上要到处传啊，这个又没有第一时间就把它封掉，舆情封杀，舆情也没有啊，全部爆出来了。对，就然后还有大多这个江油加油啊，这种。他当时有封杀，弹幕出来他的封杀是什么呢？把你这些视频就全部放江油，这不都是江油就顶上热搜了吗？他就把这个旅游啊、江油什么肥肠啊，都把这些弄到上面去了。结果呢，就把你的关键字给顶下去。对。然后呢，结果呢，这些网民不干哈，网民就直接就在那个他有那个弹幕嘛，就是中国有个特有的东西，弹幕飘，都是江油加油，江油上啊，怎么地的。所以他有一段时间要控制，但那种控制的方式呢，并没有像以前全部你就没有一刀切，没有封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现在就是这个问题，谁管呢？谁管这些？现在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啊，就在吵，很多国内的人就是说是蔡奇跟王小红在闹起来了，因为呢，这个前一段时间你知道，不是公安部一局的人也换了，然后特勤局也换了什么人呢？换了很多都是蔡奇的人，而管中宣部管。这个网信办舆情控制的就是蔡奇，所以大家就说他就故意给他难看，给谁难看？就是给这个王小红难看，那不就是给习近平难看吗？那不一定，他也是习近平的人呢。他们两个人，咱们上次不分析了吗？蔡奇还是习近平的人吗？你们不都说了吗？这个人是两面三刀的，在反骨的。他这个他已经重新站队了，对不对？比较狠。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都是枪杆子出问题，将军呢出很多问题。现在到了刀把子可能要出问题了，因为这个公安部又在开始换人了，整肃啊。因为这个就是对中共来讲，这是两个东西是最重要的。然后有一个人。一个枪杆子已经出了一些，对中共的党魁来讲，对，然后一个刀把子，然后这个笔杆子，好了，这都是他一个人的，其实他很危险，我认为他蔡奇哈，对，其实2008年的这个贵州瓮安的这件事情呢，把政府都烧了，在中国历史上也很罕见的了，非常罕见的一件事儿。但是呢，这件事情说出来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2008年是谁呀？胡锦涛哎，对。2008年当时是干嘛？是奥运会嘛，对不对？出了这么个岔，当时呢，对胡锦涛政权来讲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情。没错。那么你现在，所以当时其实也有很多人是说这里边也有这个阴谋论，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叫九龙治水，对，谁再去负责这一块呢？就是江泽民的这个人吧，包括这种周永康啊等等的，他们实际上是管着这个笔杆子，管着个刀把子，管着这个枪杆子。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制造出来麻烦，就是让胡锦涛丢脸，但是他们其实是得利的。对他们来说叫什么呢？叫做玩寇与自重，就可以更多的扩权。把这个政法委把这个香港的这个刀把子扩张，对吧？要更多的钱，然后呢扩张，把这个人员再扩大。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好事儿，但是呢，对现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开成都什么体育世运会叫什么东西，对吧？对，那边也有个大的赛事，然后呢，他现在如果这个定性了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那不是在我习近平这个阶段我有这件事儿，你看你胡锦涛时代也有这件事，我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撇清，或者是没什么大事儿，就按比那个来讲，这个还不算大事儿呢？这个之所以他。跟瓮安这个事件可以比较，而且是就是说，认为习可能发火了，不高兴了，拍了桌子了，然后要怎么样了。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涉及到敏感时期。在08年的时候，这个敏感时期当然就是奥运会。奥运会就是说，当时是不顾一切，任何手段一定必须把奥运会。你像那个。年初的西藏那边镇压，对，然后
一场大地震，对，然后瓮安还发生这个事，都是08年，所以他这个不管所有事情压住。奥运会一定要开好，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最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呢，现在呢，我们反过来想，绵阳或者是这个江油这个地方有多敏感啊？也没有烧楼，也没有打官员，也没有什么，为什么这么敏感啊？我觉得确实现在是一个非常敏感时期，尤其是现在北戴河正在开会，而尤其是现在。到4中全会之前，对于普通老百姓、对于外人来讲没什么敏感的，但是对于他们里面那批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敏感。为什么现在这个很敏感呢？因为现在在北戴河将定谁21大是中央委员。谁可能上政治局？谁怎么样？这些人安排是要从2年前就开始安排的，因为21大你要从党代表开始安排，你必须是地县级的党代表，然后你要是省一级的党代表，然后你还必须是全国就是全国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你必须是这个党代表，你才能被选上去。变成中央委员，你选了中央委员，你才能当政治局，你才能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啊，即使是橡皮图章，也得走一遍过程。不是，他这个很重要。全过程民主就这么来的。对，他全过程一定要这给你走。问题是，如果有人给你使坏，比如说啊，假设啊，绵阳市这个有某一个官啊，或者是这个官他可能要当中央委员，那我们给他使点坏。他就过不去了，你明白吗？你在现在，你就是你的省党代表，你就过不去了。就这个里面啊，我们外面看就是偶然的这些事情啊，里面谁也不知道他在发生什么事情。你说的这个有意思。所以而且绵阳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说它江油嘛，属于绵阳管。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江油县的这批人呢，他不敢乱弄啊。它是有原因的，因为江油只是一个县级的一个行政单位，你知道绵阳那个地方部级的、副部级的一大堆啊，跟北京一样，因为它有大量的军工企业，包括中国的造核原子弹的这个研究所，造原子弹的企业，造很多这个精密的什么导弹的这个部件的很多这种企业，那些企业分分钟就是部级单位，你不知道一个老头出来，别人是这个专家，是一个副部待遇，这可能他的孩子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在读书啊，所以当地的公安局，我跟你讲，四川有几个县。当地的政府是不敢乱说乱动，他不像别的地方，我是县委书记，我就是土皇帝了，在那个地方可不敢，因为这个你不知道你会碰到谁，你不知道你会踩了谁的尾巴，而且他们这一批人跟北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你就倒霉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在江油和绵阳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反而给闹大了？我估计和刚开始他们想多了有关，他们就担心了这个事情。给你补充一个大料，四川省委书记王小华，王沪宁培养出来的。然后呢，四川的省长叫做施小林，习家军。那真有可能这个真有可能哎，你刚才分析的这个，就中间谁给谁下套，谁给谁使绊子，都有可能这个事情出。所以中国人老说什么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那个地方是挺敏感、挺特殊的地方，挺特殊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次呢，确实是在整个的这个录像当中哈。刚才有一位网友，您叫做什么鱼头泡饼啊，听起来很好吃。然后你说那天晚上江油那个事情，昨天晚上看了半天睡不着，气得要死。来给我讲一讲，你到底什么事情让你气得要死？把你的观点写到下面哈，我们再接着聊。就是刚才我想讲这个事情呢，就是他整个这个。江油人的这种表现让大家很感动，因为被欺凌的这个孩子是个无权无势的孩子，妈妈聋哑人，爸爸据说也是一个残疾人。然后呢，老百姓去替他说话的时候，一些小伙子站出来就替那个
这个中年妇女啊，听个老太太挡着，然后那个警察就把这些小伙子全都给摁上了。还有的小伙子站出来就说啊，人民警察是好的，我人民警察爱人民，我们跟警察好好对话，大家不要，结果把他也给干走了。所以这件事情呢，让我们看到，就是在中国那种老人倒地下都不服，谁这事儿跟我自己没关系，让我们从江油人身上其实看到了一种中国人在那种侠义，那种血腥。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呢，现在呢，中共呢，他对这些人，把他大家觉得让人家最接受不了的，把这些人抓起来不说。你好好把人用警车押走也就罢了，你弄到运猪的那个猪笼车里边去，在大街上哗啦哗啦过去，你搞什么？你搞那个车是怎么回事？现在也搞不清楚。对啊，就羞辱人吗？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这个江油事件呢，对中共最大的触动，对全国人最大的触动，恐怕也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共这么多年，相当于通过一次一次的这种屠杀、恐嚇，对吧？各种镇压。其实把他或者就是包括那种类似于南京的这种彭宇案呐、什么等等的，我觉得他其实他起到了一个相当坏、相当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大家的这个血性已经激起来了，给打死了。给压下去了，就是不让大家再管这个，你自扫门前这个雪，不要再管他人法上霜，对吧？你不要管别人了，这个实际上是他做的最坏的一件事情。但是江油事件让中共，我觉得他最害怕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多的人，你看，包括网上，包括这个江油本地的人，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这个其他人站了出来。那么多网上，你看这个网民参与的，我觉得没有几个亿的，也得至少1个亿的人了，对吧？在网上各种各样的这种去传播这个图片呢，去冲击这种冲那个什么政府的或者是那个公安局的各公安局的那种视频的账号，对吧？冲塔放弹幕，对吧？包括下边刷屏那个评论，好。那么多人，绝对是这个上亿人参与了，这个其实对中共来讲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说，更多的人未来会可能在类似的这些事件中，绝对还会站出来。这个事件的话，它和以前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瓮安事件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啊？中国经济上升期，对，08年，对吧？上升期大家还是有希望的。你能觉得好像我不管是从将来的出现个习近平的这种叫做习仲勋的儿子还能改个革，对吧？或者还有点希望。现在谁还有希望？没人有希望，所以这一次据说这个江油事件能发酵这么厉害，有一个原因就是原来的这个本地只是一些这种叫做老人、孩子，或者就是一些普通的当地的那些没啥本事的人就在本地待着呗，这公务员们，对吧？现在不是了。经济不好了，原来大量的年轻人回去，大量的年轻人，大量的这个中年人或者什么做生意的、做打工的回到了本地。所以这一次你看那个就是年轻人很多呀，为什么？就好多是这么来的。这些人可和原来的人不一样啊，这些人是有过见识的人，甚至呢，据说当地以前不是袍哥，袍哥的话，他当地以前就是袍哥发源地，这怎么个故事？这叫四川民国是袍哥的发源地。哥老会，这个 Mountain 啊，也在讲这件事情，看来很懂的四川。是邓小平就是袍哥出身的，就是邓小平他们家就是袍哥出身，当地的一种我们说就是一个帮派或者一个这种有点这种那就很讲义气的那种，是有政治的那个东西背景动机在里头，对吧？他是袍哥最早的这个哥老会跟这个红帮有类似的东西，就是反清复明的，后来当然就演化成了这个就是江湖流派了啊，就是这个变成了这个丐帮一样的，反正但是就是可能已经没有这个要反清复明或者怎么样了，但是呢。它内部的很多这个规矩都还在，对，就是说，所以邓小平身上是非常明显的，对，不怕。举几个例子，什么内部的规矩？邓小平身上哪点跟袍哥的这个？邓小平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讲义气，把他老爸的小老婆都给睡了。那是那年轻的时候，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但是这个也是传说啊，我们不敢乱讲啊。但是这个邓小平是这个，你帮过我的，我一定帮你。你弄过我的，我上台我一定弄你，这个是袍哥，就是快意恩仇啊，就是说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呢。我上了台以后，他就这么干的，他这个确实，你看后来整个中共里面的这个清理三种人啊，那些给他打得很惨那一批红卫兵的那一批人，和后来这个
老干部的和帮过他的人完全是不一样。这个对，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对于江油本地，对于全国来讲，因为这种我们说失业和这种大量的回乡，对吧？这个其实会发生很多的这种。将来会爆发出很多东西来。经济不行的情况下，每个人压了一肚子火的。对于原来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躺平，为什么这个整个经济不好了？有见识的人他就知道说，因为你共产党把这个国家搞砸了，搞砸了之后来讲的话，导致我现在不得不回来了。对吧？不回来之后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当再碰到很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大家会怎么做？一定会怪以恩仇。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共产党来讲的话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性的一个地方性的事件。你要知道那个成都人和重庆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种，我们就经常开玩笑啊，讲话也不一样。成都人呢，就是靠川西川北的这个讲话特别软，特别软，很嗲。很嗲，包括男孩讲话都很软软的。那重庆那边呢就非常直，非常刚，那个梆梆梆像豆子一样倒。但是我跟你讲，中国最具反抗的恰恰是川西川北成都那一带的人，非常奇怪。这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搞不清楚。你看国际上也是这样，越南人特别温柔，但是越南人打仗谁也打不过他。韩国人特别牛是吧？啊，这都是棒子，历史上总是灭国，这个很奇怪的这个事情啊。好了，我们讲成都人啊，89年64的时候，对，还有那个除了北京打得最厉害以外，就是成都打得最厉害。成都的那个人民商场一把火烧掉了，因为我有朋友在成都啊，他们跟我们讲，就是袍哥，就是黑社会的上来跟大学生上。你们没得用，你们都推到后面去，你们推到后面去啊！他们上来，每个人提着这跟武警开干，所以打得特别凶啊！曾经把武警这打到这个省委大院里去了，他们很凶啊！当然最后判刑，成都也判得很厉害，枪毙也枪毙人。就是这个成都这个地方很奇怪，当年这个保路运动也是这样，你知道保路运动打到最后的时候是冲进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家里面，把他给抓进去，直接给一枪给干掉了。那个赵尔丰是晚清最后的时候最有能力的这个大臣之一啊，非常凶狠的，在西康，在西藏，别人管他叫赵剃头啊，就是说他杀人无数啊，杀人不眨眼的，血流成河的这么一个人，愣是把他抓去给干掉了。那是成都人。这个很厉害。四川人在历史上还有呢，不是那个蒙古这个铁骑所到之处的话，都是这个要么归降，对吧？要么呢就是打不过就完蛋了。对，结果的话，你看当年的这个四川人是把这个蒙古大汗那个蒙哥给打死了，钓鱼城的时候。就拼命的反抗，拼命反抗。这个反抗之后的话，把蒙哥打死之后的话，实际上就造成了蒙古西征和整个的这种全球的一个这种剧烈的震荡。那些这个什么成吉思，就是后来这个谁那些兄弟们，对吧？就忽必烈啊，或者很多其他来讲，就跑来去抢这个王位。后来就出现了什么这个元朝和四大汗国。就这么样的，就是把整个这个全球秩序都变了，就是四川人干出来的。你们光说这一遍你知道刚才我说这个鱼头泡饼啊，他为什么气的他半天睡不着觉？鱼头泡饼，我严重怀疑你就是四川成都人，是不是？所以你很生气。他生什么气呢？他说孩子被霸凌不敢反抗，老百姓被暴力机关霸凌也是不敢反抗，被抓起来的那些人，被抓的过程中，旁边的那些人就这么看着。看上去是大家在抗议游行，其实在我看来，很多人就是在看热闹，让他们散了就散了，怒气不争的气。他是气的是这个，你们还说日本人，这还说这个成都人、四川人敢反抗，但看的人现在占的比例也很大。对，当然，这个绝对是的。还没到全民都去抗争的时候。群众运动呢，这种所谓爆发啊，它是一个链式反应，所以这个所有的专制集团，它最重要的就是快速反应的警察部队，就是要在链式反应的第一环和第二环就马上把它切掉，
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共这一次一看有所发展，各地的特警马上进城，马上就砍掉，这个是一定的。再发展个3-5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一点，还有一点，这是一个局部的地区事件。你比如说白纸运动的时候，全国到处都开始，他就没办法了。他一下子你当白纸运动的时候，中国人也是推那个栅栏呐、上街喊口号啊，举着白纸各种各样。你可以秋后算账，但是当时你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让步。这是中国人就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它附加成一个普世性或者全国性的某一种要求和口号，你这个是注定会失败，你一定会失败。然后你再厉害也没有，瓮安那个也是一样，这个江油这个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这种运动一定要变成上升到一个全国人民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和共同的要求，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到这个时候，他就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个也还没喊出来呢，可能就已经但是这个绝对是有机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尤其是在现在经济出问题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角度，因为你看哈，这个被欺负的这些孩子，在江油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河南包括呢被欺负的这些孩子们，包括你提到的瓮安，这个几乎都是无权无势的残疾人的孩子，那孩子被打得很惨呢。还有刚才下面有一位朋友说，那个被活埋的男孩怎么没人提了？很多这些事情呢，还有铁链女呢，铁链女都给你压到下面。还有唐山那几个女孩呢？对呀，唐山女孩。那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讲，如果这个女儿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对吧？如果我们是那个铁链女怎么办？你这些事情你都会让大家思考。那么这些事情，我今天还跟实际上我就在想，我自己生长的那个年代，我觉得好像还有这样的道德感，对不对？好像。你说现在还能不能发生把那个朱德的孙子抓起来给枪毙的这个事情？这个绝对不可能了。共产党这么多年最不想干的这个事情，就是再去处置几个所谓的官员呐，所谓的几个人。你看瓮安事件的话，他其实最后处置了谁呢？官员的话，那个县长、县委书记，他是以这种所谓的不知道怎么就免职了，就调离了，另有他用。对，所以他是这么处理的。但是呢，对于那个当时是带头冲击县政府的几个人，重判，2年到16年的这个刑期，6个人啊。然后呢，对于那些作恶的警察还有这个官员，没人处理。他为什么？他就是怕你将来说这个你更多的人去学习，或者大家去看到了这种希望、抗议的希望，对吧？你就更多的去站出来。所以这其实对共产党最怕的东西。同样，这个我们说这个江油事件的中，他也一定会去所谓的去处理这些几个相关的这些挑头去抗议的人。至于你是不是说了不重要，你干了什么不重要。你在当时我们看到有视频，有一个年轻人拦着大家说：“大家别骂警察，警察是这个人民警察，我们要怎么就把他抓去重判也行，因为你给他安罪就行了，安上罪名。”就他关键不是说谁对谁错或者正确还是怎么样，黑白他给你分清楚，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在这个事件上制造一种让全国人民看到的恐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件事只要有人带头，我就把你狠狠的弄，就把你就一辈子全完了。不光你一辈子完了，你们全家都完了，你们祖宗18代都完了。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所有人不敢出来，或者起码你出来之前你要忍很长时间啊，要想很多这个念头啊从脑袋里面飘过。他的目的是这个目的，包括这个处理瓮安事件。我告诉你，我不能告诉老百姓，我不能让老百姓有这个印象，我处理了这些官员，但是体制内的官员知道他们是为这个负责了。这个就行了，我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行了。他们镇压不力，所以我把他们撤了。但是这个呢，老百姓不这么看，所以我给他评级调一下，我就怎么调一下。但是里面的人知道他们是因为这个事受到影响了。但是当时你出来
只要是反政府的，或者是你做了什么事情的，一定要重判。所以这一次，因为他这个事情这么大，很可能这个江油这个事，共产党也要去重判一些什么。如果这样的事情，从铁链女、唐山这些唐山女孩啊这些事情，包括今天的江油这些事情，那走下来，包括瓮安，那你不就等于说？我做了这件事情是没有后果的，对吧？施恶者是没有后果的。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能杜绝铁链女吗？你能杜绝唐山烧烤女孩吗？所以我说，这个共产党是没有吗？任何的改良的可能性了。你过去的话，比如说倒退个10年、20年，我们说中共的话还会处理几个这种小喽啰，或者处理几个。现在是绝对不轻易的处理任何人。所以只要你不是体制内人的孩子，你没有关系，你就是普通的百姓。中国10几亿人呢，那你体制内才多少啊？你满打满算你也不到1亿人嘛，对吗？共产党员你也不就9000多万吗？我跟你讲，这个那你那些老百姓难道以后就是任人鱼肉了？你没有理可讲了。碰到这种霸凌，你只能忍着了。没错。没错，对，就是这样。石山，如果这是你的女儿碰到这件事情，你怎么告诉你女儿？没有这个，你就只能去学杨家，你就自己去做自己的什么事情啊，或者你要怎么样去做？问题不在于这个，你对共产党愤怒啊什么，这个你咬着牙了或者怎么样？问题是中国有太多的人受了欺负以后，还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就是说，要坐稳奴隶，就是在以前鲁迅说的，中国人的最大的问题是坐稳了奴隶和坐不稳，这个没有这个不能坐稳奴隶的这个焦虑，这个是过2年过一段时间，他就变了，他想法变了，而且他会对别的弱势群体也去这个多踩上2脚，是吧？你们其他的人，你活该啊！那这种的，所以有时候。对中国的事情是越来越悲观，就是在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倒不悲观，我倒觉得从这个江油这个事儿的话，我看到了这个希望，因为他不仅仅是江油人的这种骨气或者血气，对吧？他其实是全国在参与，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绝对是将来说你想不到将来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因为特别现在整个这种经济下行，什么大家都失业，然后呢，整个共产党把所有的这个位子体系性的把所有位子全占了，对吧？让你只看不到这种上升或者发展的希望，甚至的话，对于有产阶级和那些有一定这个地位的人，在拼命的想方设法的坑杀、打压、捞钱，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将来这个反抗是绝对就越来越厉害。这个其实共产党是。最后他不知道会怎么死掉的。对。新鹏是比较乐观。很乐观。那个四川上一次辛亥革命之前，这个保路运动，实际上满清倒台的这个辛亥革命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保路运动，是1910年开始的。保路运动其实就是割韭菜。他就是因为这个铁路的股份，因为四川老百姓说我们这儿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咱们筹资修条铁路。筹资好了，做好设计了，清朝政府说咱们收归国有，拿去抵押给外国银行借钱，国进民退，对吧？对，国进民退来了这么一下，四川老百姓就不干了，四川老百姓就去闹啊吵啊，结果又被当地政府打压，是吧？最后闹了，最后把这个整个满清的大清全部给弄倒了。赵尔丰去镇压，对吧？当时的这个赵尔丰呢，镇压的时候，他把这个那叫武汉的这个新军调去了之后的话，结果当时的武汉城这个部队就空虚了，空虚了之后的话，后来才有了这个武昌造反成功。所以这个其实后来就相当于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所以你不知道将来现在的这个我们说某一个链条现在发生了这么一个爆炸，或者发生了这么一个火种，对吧？将来在某个时间会发生什么结果？落点实际的，我是女生哈。刚才鱼头泡饼呢，你看着周围的人生气，我当时看到那个女孩被霸凌的时候呢，我生气。问句实在话，如果你的女儿碰到这句话，你们怎么办？我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是你的亲朋好友，你家的女孩子，你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就碰到这种霸凌，你怎么教育她？你怎么办？所以我当时看那个女孩真的不敢还手，就被那3个女孩就那么打，专门往头上脚那里，真的把那脸打得肿的那个样子。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女孩一点都不反抗，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被欺凌了。在我上大学的时候，18岁，当时女孩子嘛要出去了，我自己有个亲属，他是公安局的局长了，他就嘱咐我一句话：那女孩子嘛出去了，要到外地去读书去了，碰着坏人，就是告诉我千万不要退。
往死里跟他死磕。告诉我的。你说一个女孩你怎么去跟坏人去磕？但是他是公安局的局长，他就告诉我，真要碰到这些事情，记住绝对不能低头。这是我得到的那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个女孩子被打的时候，我就在想，1次、2次、3次、4次，就这么被打。你就跟他拼了，也就一条命。这个也跟他的父母有关系，因为他父母也是弱势群体。对，平时肯定说，哎呀，咱们呢要忍呐。可是石山，当我看到唐山女孩的时候，那个不是没反抗的。对，是有反抗。唐山女孩是很血性的，是反抗的。但是你怎么能打得出那些膀大3粗的那些男人？对。所以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社会正义的问题，对吧？就是你看到那种录像的时候，如果一个制度性的你去欺凌这些弱者，制度性的不保护这些弱者，你这样的一个社会，你对一个弱者来讲没有办法，你反抗不了，我只能逃了，你怎么生存呢？在那个社会？对，其实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说中国和其他国家差别非常大的地方。你看中共的话，他会比如说这件事之后，他有可能真的会重判几个人。翁安当年也是重判了几个人，把这个事儿渲染成说几个人冲击什么破坏政府秩序，什么反党反国家啊等等等这些煽动群众。但事实上，我们说到其他国家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处理完全不是这样子。对呀，他一定会去处理那些这个真正的失职的这种警察执法者，处理呢这种。这些官员，以及呢，从这个制度上去反思和去改变。你有个讲理的地方，对于这种我们说受欺压者来讲，他一定也会去想方设法去平复、去赔偿。这是我觉得是最大的。美国不就是吗？美国有几个案子呀？一个当年那个就是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暴动那次。对，你说其实那一次暴动参加者那个嗨了，对吧？几十万人他其实上街去，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白人警察那时候还有点歧视这个黑人，对吧？白人警察打了这个黑人，最后的话呢，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的话呢，这个黑人白人警察没受到这种处置，他上法庭无罪释放，最后就爆发了这种抗议。但抗议爆发之后的话，你看这个处理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当时你看这个对于源头知道事儿的这个警察，对吧？那美国司法部、联邦司法部介入调查，然后呢，最后这个几个警察是被判刑，其中2个是判了2年半，对吧？这个呢，后来就相当于是整个体系再去改变，包括它的执法的要求啊等等的这方面有要求。再有呢，就是对城市，白宫当时是个加州政府建了重建基金呐，建立什么改革呀、什么社区呀、警察这种执法标准这种改变呢，对吧？抗议者来讲，大部分其实是最后就是非常轻的，除非你那种故意去搞那种趁机抢劫呀，或者干了很多更坏的一个事情的，被抓现行了。对，但是没有一个的话呢，是按照什么反国家呀、什么中共什么寻衅滋事啊，没有这么去做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说正常国家和中共这个体系下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对呀，所以刚才下面录音啊，英录他说，要是我的孩子，我直接打过去跟他们玩命 ，I love you 。是啊，真的是这种感觉。那唐山那个女孩的事情，包括这次那么柔弱的女孩子就被他们凌辱的这个样子，而政府官员就这样就这么压下去了。你说怎么生活？这个国家你怎么生活？所以你看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刚才还有一位，这是 Frank 杨，他说唐山女孩意难平。是啊，他们的生死都不知道，他们不是没有反抗过，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心的希望中国人咱们就是过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日子，不行吗？有一个能够讲话说理的地方，不行吗？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不得不去关注中国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叫做早安中国。真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有一天能过上一个，我们就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就够的这样社会。这要求高吗？希望所有人能过上一个有人的尊严的生活，对吧？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刚才这位叫做安什么平安长久全平安久这位朋友，你说方伟带货太硬了，那我带货硬不硬啊？我最后也帮着方伟来推这个货，好不好？他说你要让观众能接受，怎么样？今天大家我这样带货方式接受不接受？可以告知，接受的话给我们去点一下购买的 link， 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一起关注中国，我们在我们自由的环境当中，能够说一点话，能够发一点声，能够为那些国家那么弱智的群体去做点事情，咱们一路前行。咱们下次早安中国再见。